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来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104场比赛，39天的赛程，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这短短的1个月，不只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资本的盛宴。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的这个联合报告预计这一场赛事将为全球 GDP 贡献409亿美元，并创造约82.4万个就业的岗位。不懂有没有包括赌球？每一届的世界杯这个足球圈呢，都会有2个广为人知的一个魔咒。第一个 FIFA 世界的第一魔咒，自1992年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系统的创立以来这历届的世界杯开赛前排名榜首的球队呢，从未在当届赛事中夺过冠军。从巴西到西班牙，从德国到阿根廷，无一幸免。不懂会不会是这一个魔咒？所以 NASA 呢就讲说，如果美国世界杯夺冠，他们会送一个足球上月球第二个卫冕冠军的魔咒，自2002年起，连续5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均折戟小组赛，直到2022年法国队打破小组赛出局的宿命，但最终也未能成功卫冕。历史上有保住2年获胜的是意大利和巴西，在1934年跟1938年，还有1958年跟1962年。这2个魔咒折磨的其实就是球队和球迷，但还有一个魔咒折磨的却是股民。每逢世界杯，全球许多主流市场的股市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这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统计巧合呢？我们来看看数据。第一章，股市魔咒统计巧合还是真实规律？近8届的世界杯全球股市表现如何呢？美股 S&P 500的指数4涨4跌，涨跌各半，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亚太区域日经225的指数4涨4跌，和美股一样各占一半。中国上证指数5次下跌，3次上涨。美股 KLSE 的指数呢是5跌3涨，仅在2006年、2010年和2022年录得上涨。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呢，趋势看起来相当一致。股市在世界杯期间确实大面积呈现人气转弱、交投降温的局面，这真的是统计巧合吗？可能原因一，赛程遇上了季节性的淡季。世界杯通常在6月至7月举行，恰好就与全球的股市的季节性这个淡季高度的重叠。中国市场有5穷6绝的说法，5月市场资金会很趋紧，而6月更是流动性最紧张的时候。美股市场有一句话叫做 Sell in May，Go away， 意思就是5月清仓离场，等到秋天再回来。因为夏季长期来临，西方国家许多交易员休假，交易量自然下滑。不少基金在年初以来的行情中已经赚到丰厚的利润，本身就有卖出止盈的需要。这个世界杯的赛程恰好就撞上了这个季节性低迷的窗口，于是人们呢就会下跌归咎于足球。2022年的卡塔世界杯就是一个很好的对照试验。那个时候的世界杯首次在北半球的冬季举办，当届的赛事期间，全球主要市场的交易量降幅真的是明显小于夏季的世界杯。这从侧面说明了夏天的淡季效应可能比足球本身对市场的影响更大。世界杯不是股市下跌的原因，只是对我而言足球就是恰好在这个时间点成了那个背锅侠。原因2，业绩真空期还有流动性的收紧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第一季报在4月底披露完毕，5到6月处于业绩空窗期，市场缺乏新的盈利数据来支撑股价。那对于马来西亚市场来说，这个逻辑同样成立大马上市公司的财报通常是在2月、5月、8月、11月集中发布嘛，6月恰好是业绩披露的间歇期。另外6月是半年末，企业缴税、银行半年考核等因素都会导致市场的资金面收紧包括政府又好像很喜欢在6月跟7月的时候推出各种新的政策，宏观层面的流动性压力也会直接压制股市的表现。当没有好消息而且变少了同时发生的时候，那股市走弱也就不意外了。
第二章，短期效应，单场比赛的输赢如何影响球队所在国的股市呢？假设一个国家输了，这样这个股市会不会大跌呢？如果世界杯期间的整体涨跌还可以用季节性巧合来解释的话，那单场比赛的输赢影响球队所在国的股市就没那么容易巧合搪塞过去了。这如果真的是成立的话那就等于说全球都好像在一起赌球的感觉赌球队到底赢不赢，然后同一个时间也可以赌股市到底上还是下跌。当然我们都要讲到数据跟研究嘛，所以这就不得不提到一篇20年前的经典研究。2007年 Alex Edmonds、Diego Garcia 和 Over Norley3位教授呢，就在这个 Journal of Finance 上发布了一篇题为 Sports Sentiment and Stock Returns 运动情绪与股票回报的论文。他们分析了自1973年以来1162场国际足球赛事后的股市表现，得出一个震撼的结论当某个国家队在世界杯落败后，该国股市隔日的回报率会显著低于平均的水平。相反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国家队获胜后股市会出现相对应的正面效应。3位教授估算一场关键淘汰赛的失利可能导致该国股市蒸发数十亿英镑，输的很在意，赢的却没有多大的波澜。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对称呢？相信因为人对失去的这个敏感度天生高于对获得的敏感度。这在行为金融上叫做损失厌恶。输球带来的沮丧会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让他们在第二天变得更加保守，更不愿意冒险。而且相信历年来好像都有听过人家一输球就开始打架的这种新闻，对不对？而赢球呢带来的兴奋虽然存在，但它在影响投资决策方面的效果远不如输球带来的负面情绪强烈。悲伤比快乐更持久，这或许是人类的出厂设置吧。第3章，世界杯的钱进了谁的口袋？聊完了足球魔咒和股市的情绪，我们来算一算一笔更实际的账。这个世界杯到底谁在赚钱？赚了多少钱？进了谁的口袋呢？我们先来看看这3个主办方。在视频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的联合报告预计，这场赛事将为全球 GDP 贡献409亿美元但这409亿美元的蛋糕分到3个国家手里，大小却完全不同。第一，美国体量太大，这个赛事就像往湖里丢了一粒石头这样的感觉。美国承办了104场比赛中的78场，占比超过70%。国际足联预计这个赛事将为美国的 GDP 贡献172亿美元，听起来很多但你放进美国29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来讲这72亿只占了区区的 0.05% 就好像该我们所讲的在湖里丢了一粒石头这样的感觉而已，可能会掀起少许的涟漪，但不会太大的影响。但是高盛却看好世界杯给美国就业市场带来的推动力，预计世界杯将为美国在6月新增约4万个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休闲娱乐、酒店餐饮、零售贸易和交通运输行业。虽然在赛事结束后数量会有少许回落8月非农就业的人数呢将会减少 1.5 万。第二，加拿大收益高记的集中在2座大城市。加拿大在此世界杯中承办了13场比赛，国际足联预计赛事将为国家 GDP 贡献20亿加元，但收益可能高度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这2座承办的城市，全国性的宏观拉动效应还有待观察。但或许对于加拿大来说，联合承办此次的这个世界杯的意义更是完成2座城市的品牌曝光，为北美跨境文旅吸引更多的潜在游客的关注。世界旅游业理事会预测这个本届的世界杯呢将成为北美旅游业增长的最强的引擎之一，其中加拿大的旅游 GDP 将增 6.4%， 超过墨西哥和美国。所以这不是一笔让加拿大赚快钱的账，而是一笔买曝光的账。第三，墨西哥3个主办方中相对收益最显著的墨西哥和加拿大一样承办了13场比赛，预测赛事将为墨西哥的经济贡献 10.3 亿美元的经济效应。这个数字看起来确实不大，但墨西哥经济体量远小于美国，赛事消费的红利能够快速传导到餐饮零售跨境旅游的这个全链条所以加上墨西哥的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更大，所以游客涌入的边际效应或许还是比美国明显很多。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世界杯确实让加拿大的旅游业受惠，也刺激了墨西哥的消费，但美国整体的经济效益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这说明啊，大型的赛事会创造财富，却不代表每个主办国呢都能赚到钱。创造经济活动也不等于创造真正的利润。那实际上从国家账本来看举办世界杯究竟值不值得，一直都是经济学界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这不是世界杯独有的问题，奥运会是更典型的一个例子。牛津大学赛德学院呢，就追踪1960年至2024年的历史夏季和冬季的奥运会，然后就发现到，所有的主办城市无一例外均出现超支，平均超支比起实际的成本高达172%，而且自2000年以来，仅有 Sydney 的奥运会与北京奥运会呢实现了盈利。为什么主办大型赛事总是亏钱？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方面，以这次的世界杯为例，绝大部分的营收归为 FIFA， 成本归主办方。根据国际足联2023年至2026年4年周期官方财务的这个预算报告就显示到2026年国际足联收入预计可以高达89.1亿美元，转播权门票销售等核心的收入呢，全部都流向国际足联。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的世界杯上，国际足联还首次引入算法驱动的门票动态定价机制让票价随市场需求实时波动。决赛门票最高一档的票价已经超过1万美元我们还是在家看电视机比较好了而成本的重担包括场馆的建设、赛事安保、交通保障等巨额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呢，却由主办国来承担。另一方面，赛后常常陷入白象困境，花巨资建造的场馆，赛后面临维护成本高、使用率低的困境，成了主办国持续的财政负担。第4章，世界杯的涟漪效应，非主办国如何分一杯羹？聊完了主办国的账本，我们就把目光转向那些坐在家里看球的你跟我的国家咯。东盟没有一支球队进入本届的世界杯，但这绝不意味着东盟国家与世界杯的经济红利无关对于我们这种非主办国来说，世界杯的经济效应，它的影响往往更加的接地气。它不体现在宏大的足球场建设的账单上，而是藏在每一个家庭的客厅、每一间妈妈档的收音机里。世界杯第一波的经济红利不是从球场开始的，而是从你客厅里的那一台旧电视机被淘汰的那一刻开始的。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Omdia 的数据呢，2026年第一季全球电视出货量同比增长6%，达到5030万台。大家很少看电视机，突然间大家都一起坐下来看电视机了。零售商呢还提前数月就开始为世界杯备货增长最快的2个地区均为发展中的经济体，亚洲、大洋洲同比增长13%，拉丁美洲同比增长12%。非主办国的消费者呢也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场盛宴，外卖订单激增，球衣销量暴涨，啤酒吧和餐厅人满为患。有经济学就预测说，世界杯足球赛热潮预计可以为马来西亚的餐饮业创造12亿至20亿令吉的额外收入。所以你看，马来西亚呢球队虽然没有站在球场上，但每一间妈妈档的收音机里都有世界杯的声音。当然，相信、深信、有信心，总有一天我们的国家队可以进到 FIFA 世界杯的赛事里面。世界杯给主办国及非主办国带来的经济效应呢，更多呢其实算是短期的，迅速刺激消费。但赛事一旦结束后，消费的模式又会重回常态了。所以世界杯的经济红利更像一杯刚泡好的咖啡，刚端上时又浓又香，提神醒脑，但喝到杯底，终究会凉。好啦，魔咒拆解完了，数据也讲完了，主办国的账本也翻完了。总的来说，世界杯对经济的影响更像是一场精彩的攻势，能够掀起一波热潮，但不一定能造就一锤定音的绝杀。它不会让一个国家突然暴富，也不会让股市彻底崩盘，但它或许会让你升级你的电视的尺寸，夜宵外卖订单变多，肚子变大。妈妈档老板的收银机响得更频繁，也是一个跟朋友还有家人聚在一起的一个绝佳时期，以及让你第二天早上开会的时候，黑眼圈更重更深了。老板们，你已经开了公司过后呢，公司是公司，好，
4年后，世界杯将移师西班牙、葡萄牙和 Morocco。到时候对于我们马来西亚球迷来说，时差就友好太多了，不用凌晨3点、4点爬起来看球了。你看好哪一支球队会夺冠呢？你又为这次的世界杯贡献了多少的夜宵、周边产品，还有脂肪的账单呢？评论区告诉我们哦。上上水，我是宋，我们下期再见，拜。